央八收視破2.7%。趙麗穎又赌對了，黄曉明這次終於去油成功。這部劇我不允許你沒看過。趙麗穎搭檔黃曉明的新劇《小城大事》首播即爆，收視率2.7%登頂。80年代造成風雲裡，她獻出0票退讓的大女主格局。她演繹沒文化的自信，全員演技派碰撞出接地氣的輕喜劇火花。這劇把奮鬥的熱血演活了。家人們，這幾天是不是劇荒了？自從楊冪的《生萬物》播完之後，好久沒有一部像樣的年代劇能讓我熬夜狂追了。但是，就在昨晚，央视8套央8終於放大招了。趙麗穎搭檔黃曉明，新劇《小城大事》首播一晚，收視率直接飆到2.7%，拿下全國第一。本來以為是嚴肅枯燥的建設劇，結果點進去一看，真香，節奏快，笑點多，全員演技在線。今天必須按頭安利這部開年王炸，來看看趙麗穎這次又給我們帶來了什麼驚喜。劇情不拖沓，開局就是神仙打架。這部劇真的太懂觀眾想看什麼了，一點廢話沒有。背景是80年代，那個熱火朝天的建設時期。但是，這次不是講怎麼種地，而是講怎麼造城。一開場就是大矛盾，縣裡要建新城，但是國家沒錢給，全靠自己籌。這時候，兩大主角登場了。趙麗穎飾演的李秋平，唯一的大學生，拿着連夜畫好的圖紙，滿腦子都是要想富先修路的先進理念。黃曉明飾演的鄭德成，基層幹上來的土霸王，主打一個人民城市人民建，能忽悠不是，能調動萬元戶出錢。兩人為了爭書記的位置，在會上直接開槓。雖然最後我們麗穎慘遭0票出局，心疼一秒，但他那個把圖紙交給對手，為了大局甘願退讓的格局，真的太有大女主的風範了。飛天侍後趙麗穎這次美出了新高度。說實話，趙麗穎演年代劇真的就是統治區。從風吹半夏拿了視後之後，她的氣場越來越穩了。這次演李秋平，那種知識分子的清冷感和朝氣蓬勃的勁兒，拿捏得死死的。面對領導不怯場，面對失敗也不氣急敗壞，那個坦蕩明媚的笑容，真的讓人一眼心動。這哪裡是演戲，這簡直就是那個年代奮鬥青年的縮影啊！黄曉明去油成功，這才是霸總的正確打開方式。不得不誇一句，小明哥這次真的讓我刮目相看。他演的鄭德成不僅不油膩，反而有點憨憨的可愛。那句就憑我是鄭德成，狂得恰到好處。特別是對趙麗穎 Little Woman 小女人的時候，那種沒文化的自信和不服輸的勁頭，真的笑死我了。這種帶着泥土味的幽默感，才是黃曉明演技的舒適區啊。搞笑又不懸浮，全員老戲骨飆戲。除了男女主，配角陣容也是豪華到犯規。陳明昊演的那個坐不住的副科長，朱媛媛演的風風火火印刷廠老闆娘，每一個都是戲。而且這劇居然是個輕喜劇。你能想象父母吵架不說話，全靠在黑板上寫字交流嗎？你能想象老闆娘拉贊助，結果客戶嫌路遠，下了摩托車撒腿就跑嗎？這些細節真的太生活化了，看着看着就忍不住嘴角上揚。最後嘮兩句，小城大事能火，真的不是偶然。他沒有那些苦大仇深的賣慘，只有那一輩人敢想敢幹，從無到有的熱血。趙麗穎的穩，黃曉明的變，加上扎實的劇本，這部劇絕對是今年年代劇的天花板預定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對於黃曉明和趙麗穎這個新鮮的強組合，你覺得有 CP 感嗎？還是更像是一起搞事業的戰友？我先投戰友1票。
看他倆互對搞建設太有意思了，快在評論區告訴我你的看法。2. 小城大事評分出爐，藏着最大黑馬。趙麗穎、黃曉明穩坐主角，我卻被女二圈瘋了。開播即爆小城大事，收視率輕鬆破 2.7%， 站內熱度超23000。但誰也沒想到，領銜主演的趙麗穎在首播演技評分中只拿到了 6.1 分，在全主演陣容裡排名墊底。而飾演配角的朱媛媛，在抗癌期間堅持拍攝，反而獲得了 9.8 分的斷層第一。這種主角被配角碾壓的反差，瞬間點燃了觀眾們的討論熱情。小城大事這部劇來頭不小，它改編自獲得過浙江省5個1工程獎的報告文學《中國農民城》，講的是上世紀80年代浙江溫州龍崗的農民們怎麼在基層幹部帶領下，自己集資，在一片灘塗上硬生生建起一座現代化城市的真實故事。央視8套一播出，數據就直接爆了，立刻成了2026年開年最受關注的劇集之一。奧運冠軍陳夢還因為去探班表哥黃曉明，最後被拉來客串了一把，在劇裡本色出演乒乓球高手小陳，用菜刀當球拍和黃曉明對打的片段，成了觀眾們津津樂道的搞笑名場面。趙麗穎在劇中飾演女主角李秋萍，是一個從縣委辦秘書空降到粵海鎮當鎮長的基層幹部，全縣唯一的大學生，還留過學。為了這個角色，她剪去了一頭長髮，換上齊耳短髮，穿着藍色工裝，造型上確實努力向80年代的質樸感靠攏。觀眾們能看到她抓住了李秋萍較真、不服輸的特質。比如在競選鎮長的戲份裡，他能拿出城市規劃圖據理力爭，面對非法賣地的舉報，他也堅持要查個水落石出，不卑不亢。但不少評論指出，他的表演在和一群實力派配角對比下，顯得有些力不從心。有網友直接說他的演技太木訥，不像個經歷過基層打磨的幹部。問題主要出在台詞和表情的細節上，他的台詞被批評帶有背書感，像在念工作匯報，不夠接地氣，重音點也掌握得不好。在需要展現情緒層次的時候，比如面對村民質疑，他的眼神裡大多只有堅定，缺少了對未知的憧憬、忐忑以及更細膩的溫度變化。微笑也被認為太規整，像是標準化的回應。有觀眾甚至調侃這是愛換臉式演技，覺得他的情緒沒沉下去，總是浮在表面，還沒完全跳出之前風吹半夏李許半夏那種野路子創業者的表演慣性，導致這個科班出身的幹部形象顯得有些用力過猛。相比之下，黃曉明這次飾演的書記鄭德成卻收穫了不少去油成功的好評。他主動顛覆形象，不僅短時間內減重，還把自己曬得黝黑，留着鬍茬，頭髮也弄得亂蓬蓬。從外形上就努力貼近一個扎根基層多年的實幹派幹部。他演出了鄭德成的猛和真。競選時，他沒有花哨的規劃圖，一句人民城市人民建的大白話就戳中了老百姓的心窩子。為了籌集建成資金，他頂着壓力收城市建設集資費，被舉報後二話不說騎着摩托就去縣政府申訴，那股子敢闖敢拼的勁兒很貼合角色。他和趙麗穎的互對戲也成了輕喜劇氛圍的亮點，比如那句把 Little Man 聽成裡頭門，然後又回對裡頭我們小女人的中式英語對話，讓觀眾忍俊不禁，覺得他的土味幽默拿捏得不錯。不過，也有一些觀眾認為，他的表演在某些時候還是能看到刻意的痕跡，比如在競選成功後找老領導要任命的戲份，激動被演得有些吵鬧，通過誇張的肢體動作來表達，反而少了點基層幹部該有的
藏在心裡的沉穩責任感。有評論指出，他演得像基層幹部，但還沒完全成為基層幹部，偶爾的習慣性動作，比如猛地瞪眼，還是會讓人聯想到他以前的角色。真正讓觀眾感到驚豔甚至動容的是女2號朱媛媛的表演。她飾演的印刷廠老闆高雪梅，風風火火，頂着大波浪，踩着高跟鞋，臉上永遠笑嘻嘻，看着就親切，一出場就能把觀眾的目光牢牢抓住。更重要的是，這部劇是朱媛媛的遺作。在拍攝這部劇時，她其實已經與癌症抗爭多年，但她在鏡頭前展現出的生命力卻無比飽滿，絲毫看不出病容。她白天拍戲，晚上化療，對自己不滿意的鏡頭會要求重來，用生命最後的時光認真對待每一個鏡頭。在劇中，她演繹的高雪梅機靈聰慧，作為商人不屈不撓。有一場戲是她的大客戶因為印刷廠位置太偏僻而跑掉，短短幾分鐘內，朱媛媛臉上的表情從熱情推銷到笑容瞬間消失，眼神裡滿是失落和無奈，但轉眼她又挺直腰板，吐槽着遠去的客戶，那股不服輸的韌勁立刻又回來了。這種瞬間轉換情緒且無比自然的能力，展現了實力派演員的功底。她也沒有把高雪梅演成一個完美的女強人，而是加了很多生活化的細節，比如和丈夫解春來、陳明浩氏互動時，會撒嬌，會吐槽，像普通夫妻一樣拌嘴，讓角色充滿了真實的煙火氣。很多觀眾感慨，朱媛媛的表演根本看不到痕跡，台詞帶着故事感，說話氣勢十足，仿佛她就是那個活在80年代的鮮活人物。除了幾位主要演員，劇中的配角群像也格外精彩，被觀眾稱為寶藏團隊。於艾磊飾演的分管財務的副鎮長譚光明，是個嚴謹到較真的人，第一次出場就為了橫幅上應該是報道而不是報道和人爭執，戴着一副老式黑框眼鏡，說話慢慢悠悠，帶着謹慎，把技術型幹部的務實和倔強演得入木三分。更讓人稱奇的是，他剛剛在另一部熱劇《沉默的榮耀》裡演活了讓人恨得牙癢癢的國民黨特務谷正文，轉頭就能變成這樣一個憨厚老實的幹部，完全是具拋臉。陳明浩則承包了全劇很多笑點，他飾演的解春來是分管人事後勤的副鎮長，處事圓滑又愛面子，但被他演得活靈活現，一點都不討人厭。得知自己是副鎮長時，他一句3個啊，副的，沒水喝呀，帶着自嘲的語氣，把那種微妙的不服氣演得特別真實。耿樂飾演的林東福是個沉默的實幹家，話不多，但在討論建成方案時，他緊握的拳頭、緊繃的嘴角和質疑的眼神，就把角色的反對態度和內心掙扎細膩地傳遞出來。觀眾能從他沉默的外表下感受到力量。還有張國強飾演的老幹部趙東升，戲份不算多，但往那一站，語氣停頓和不經意的小動作，就像極了有10幾年官場閱歷的人，成為了劇情的定海神針。小成大事的整體基調並沒有一味強調艱苦，反而帶着一種輕喜劇的鬆弛感，用不少詼諧的筆觸來描繪那段奮鬥歲月，讓觀眾看得既熱鬧又下飯。劇中的音樂也精心挑選了《讓世界充滿愛》等老歌，瞬間將人拉回到那個年代。在制作上，劇組也花了不少心思去還原80年代的風貌，從人物的服裝造型到場景布置，都力求體現時代的質感。一部劇的火爆背後往往是多種因素的合力。當鏡頭聚焦於演員時，演技的高低優劣便會在觀眾雪亮的眼睛下無處遁形。朱媛媛在生命最後時刻所迸發的表演光彩，不僅照亮了一個角色，似乎也對所謂的明星包袱發出了無聲的詰問。